本性，你爹娘死绝了。这苏记杂货铺的红旗和令牌，老子今天必须拿走。苏大夫，这是我爹娘的心血，你休想得逞。大小姐，带着红旗快跑！给我追，弄死他！青州苏记只能是我的。跳啊！你一死，这青州苏记就彻底清净了。苏大夫，我苏唐就算化成厉鬼，也不会把铺子让给你。死绝了！青州首富是我苏大富的啦！这4个轮子的铁皮怪物是什么妖兽？天上竟然挂着比太阳还刺眼的琉璃大灯！喂，外卖怎么还没到啊？他们手里的发光方块竟然会讲话，这绝对不正常。饿得眼前发黑了。哟，小妹儿，这汉服挺逼真呐，剧组跑出来的群演。何为汉服？何为群演？我乃苏记掌柜。别念台词了，我这2元店今晚进了一大批货，缺个理货的，干一晚上给你100块，包顿宵夜，干不干？大婶儿，我干！我从小就在铺子里打杂，理货我最在行。哎呀，磨磨唧唧的，快点！好刺眼的夜明珠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龙宫宝库？别一惊一乍的，去把3排货架给我摆齐了。无暇琉璃，这么多毫无杂质的无暇琉璃，大元朝皇帝的宝库也没这么多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东海水晶书？天哪，连一丁点气泡都没有！赶紧吃，吃完干活。这破玻璃杯有什么好看的？太好吃了，仙界的琼浆玉液也不过如此。大婶儿，敢问那无暇琉璃杯价值几何？可是要成池来换。啥成池？那玩意儿全场2元，2块钱一个，买1送1。2块钱？这等西域贡品，只要2文钱。喏，这是你今晚的工钱。大婶，我要把这钱全换成店里的货。能喷火的仙家法器，照人连汗毛都一清二楚的水银神镜，还有这提神醒脑的绿色仙露。我说丫头，100块钱你全买这些破烂玩意儿，不留点打车钱？全买，这些可是我翻盘的本钱。哎，你这丫头干活到麻利，这袋柿子绣剩下的废线我打算扔了，你要不嫌弃拿去垫包吧。极艳彩线，大元朝只有皇家织造局用几万只海螺才能染出的颜色，竟然这么多！大婶，您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。不好，福伯还有生命危险。我跳崖掉进这里，那从这儿跳下去，是不是就能回去？福伯，等我。大小姐，你没死，老奴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苏记彻底没了呀！福伯，别哭，苏记没了，咱们再抢回来。大小姐别说胡话了，大老爷买通了商会，咱们身无分文，拿什么抢？就凭这个，
这凭空生火！大小姐，你去了仙界，借了仙家法器。这些在仙界不过是瓦砾，但在大渊朝就是无价之宝。这等无暇琉璃，少说能换10两银子。大小姐，咱们有救了。10两，太便宜他苏大富了。福罢你养伤，明日看我怎么砸了他的场子。诸位夫人，这可是上好的青铜打磨，看这做工，卖您3两银子，绝对是亏本的买卖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西域仙境琉璃神境，召见前世今生，专治各种老眼昏花。苏唐，你个臭丫头怎么还没死？大伯都没死，我怎敢先走一步？好啊，还敢跑这儿来当骗子！诸位街坊看清楚了，这小贱人就是个疯子，绝不可能有人买她的破烂儿。这不是苏家那被赶出来的大小姐吗？怎么还卖起破烂了？苏唐，别怪当大伯的不给你活路。你现在滚出青州城，我还能赏你2个馒头。大伯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别说太满。你的脸，今天我踩定了。苏大富，你这铜镜灰蒙蒙的，连我的翠玉布匣都照不出成色，你拿这种次品糊弄我？哎呦，张太太，这全城的铜镜都是这般，您将就。夫人，他那破铜烂铁照不清您的花容月貌，您用它干什么？你这丫头好大的口气，你有什么好货？张太太别信他，他包里装的全是破瓦片。张太太，不如您亲自照照我这个。粉不拉几的，什么怪材质？天哪，这镜子里的人是我，连我眼角昨日刚长的一个细纹都丝毫毕现。苏家丫头，你这是用了什么妖术？这镜子怎会如此清晰？张太太说笑了，这是西域仙境的无瑕琉璃镜，全大元朝仅此一面。张姐姐，一面破镜子能有多深？我的老天爷！张姐姐，这镜子竟能照出我头上的白发！苏丫头，这仙镜我要了，出价10两。呸！李桂花，你要不要脸？这明明是我先看上的，我出20两，我出30两，我出50两白银，谁敢跟我张家抢？成交，恭喜张太太喜得仙镜。这死丫头从哪儿弄来的邪物？50两，那本来该是我的钱。小六子，带上人，给我砸了他的摊子，把钱抢回来。好嘞，上！让开！你敢卖邪物骗钱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！瞎了你的狗眼！连我看上的仙物，你都敢说是邪物？张太太息怒，这苏唐是我苏家弃女，满肚子坏水，您别被她骗了。苏大富，你少拿你们苏家那点破事儿脏我的耳朵！你卖破铜烂铁糊弄我，现在还敢当街抢劫，真当青州城没王法了吗？是，我这也是为了您好。既然您执迷不悟，咱们走着瞧。多谢张太太解围。为了答谢，这是我特制的贵宾器，以后您就是我苏唐的顶级贵宾。凡我铺中仙物，您有优先挑选权。算你这丫头机灵，走，带上仙镜跟我回府，50两现币，分文不少你的。苏大富，这才刚刚开始。大伯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大小姐出息了，老天爷在天之灵，看见你一出手就赚了50两，定会欣慰的。福伯，摆摊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苏大富今天能掀摊子，明天就敢找人下黑手。那大小姐的意思是？这铺子我盘下了，连着后院一起租。
苏老板爽快，这地段好，包您日进斗金。福伯，从今天起，这里就是咱们的新阵地。什么？那小贱人不光没死，还盘下了城东最大的铺面。他哪来这么多钱？听说是卖了那老屎子仙境赚的，现在满城富婆都在找他买仙物。蠢货，还不快去给我盯死他！我倒要看看他去哪儿进的这些妖邪之物。哟，群演妹子又来了，今晚还理货不？大婶包你吃排骨面。大婶儿，今晚不理路线，我来进货。天灵灵地灵灵，保佑我开出隐藏款黑魔仙！啊，真的是隐藏款，我要发了！两位少侠，这纸盒子里装的不过是泥塑小人，为何如此疯狂？你懂什么？这叫盲盒，玩的就是心跳。万一抽中隐藏款，那就血赚。盲盒，心跳，盲盒，玩的就是心跳，妙啊！简直是抢钱的神器。王大婶儿，这些无暇琉璃杯和极焰彩线我全包了。您说的那个什么买一送一还能算数吗？算数，你买够200块，大婶送你一箱塑料盲盒空壳子。有了这些法宝，新苏记想不火都难。古人们，准备好体验心跳了吗？哎呦，我的大小姐，这无暇琉璃可是稀世珍宝，您怎么把它藏进这么丑的布袋子里？这让人怎么看成色？福伯，你不懂，这叫神秘福袋。我把极焰彩线和无暇琉璃混在一起盲抽，能开出什么全凭天意。半两银子买个破布袋，还不知道里面装的是啥，这不是明抢吗？可不是嘛！万一里面包块石头，2两银子岂不是打了水漂？诸位街坊，我苏唐做生意童叟无欺，这福袋里差的也有西域香料，好的可是价值50两的无暇仙家琉璃。吹牛不打草稿，50两的宝贝会装在半两的袋子里，谁买谁是活脱脱的冤大头。且慢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富贵险中求。半两银子，小生来试这第一回。嘿，林秀才读书读傻了吧？半两银子买个破布袋，你当里面能孵出金鸡了？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。小生今日就赌一把，看看这盲盒里究竟是何方神圣。秀才公，小心些，别闪了眼睛。这无瑕疵，竟无一丝气泡与杂质。这等极品仙家琉璃，莫说半两，便是50两白银也买不到啊！掌柜的，给我拿10个福袋，我出5两银子，我出5两银子。排队，盲盒限量，先到先得。姑伯，快收钱！哎呦，别急，钱箱子都要被你们塞爆了。半天时间就把几10两银子赚走了，这小贱人到底用了什么妖术？掌柜的，我花了半两银子抢回来一个新苏记的盲盒。哼，我倒要看看这半两银子的福袋里装的什么仙丹妙药。这是什么下贱材质？非木非铁的，颜色还艳得俗气，
苏唐那小蹄子就拿这破烂骗钱。这是当家的，你中邪了，发什么抖啊？你懂个屁！这镜面打磨的犹如神迹。如此多天地造化的工艺，绝不可能是青州本地能产出的。掌柜的，那咱们还去砸场子吗？砸场子？若是得罪了他背后的高人，我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不过强龙压不过地头蛇。既然你这么说，既然明着不能动，那就借商会的手除了他。拿上钱去请商会王会长，就说有人走私黑货，破坏行规，我要彻底封死新苏记。苏唐，还不快出来给青州商会的王会长磕头请安！新店刚开，没准备多余的蒲吞。会长若要拜神，出门左拐有土地庙。哼哼，好一张利嘴！小丫头，你可知你这新苏记售卖来路不明的西域仙物，已经触犯了大元朝的走私重罪。王会长明察，我们可是本分生意人，绝对没有走私啊！按律当斩。王会长，你敢动他一下？王会长，这逆女丢尽了我们苏家的脸，我提议立刻查扣新苏记所有货物，交由商会处置。大伯这算盘打的，我在城东都听见响了。既说我犯了走私死罪，那还等什么？青州府衙就在前街，你们现在就去击鼓鸣冤抓我啊！苏掌柜倒是有一身傲骨，这谏官嘛，伤了和气。既然苏老板想在青州做长久买卖，不如交点入会费，把那些仙家琉璃分给商会的兄弟们润润喉，我就保你平安。王会长，您别被这小丫头骗了，她一个无依无靠的弃女，哪来的仙物进货渠道？绝对是用了见不得连的手段。苏老板，你的意思呢？既然王会长想要分杯羹，那我苏唐自然要拿出点商会从未见过的诚意。这盲盒里装的不过是些残次品，真正的极品仙物只配会长这样的人物赏玩。这琉璃杯确实罕见，但这右边奇形怪状的方块是何物？看着毫无灵气。哼，我就说他是在装神弄鬼，拿个破泥疙瘩糊弄您呢。大伯真是没见识，此乃西洋传来的无根之火，名为火流星。无需火石，无需吹气，随用随生，这是神仙用的法器呀！王会长好眼力，这等萤火神器，若是放在商会名下的茶楼里供贵客点茶，怕是千金难求吧？苏老板，开个价，这火流星你有多少？商会全要了。此等神器我不零售，但我愿以市价8折，独家供应给青州商会，作为交换条件。王会长得保我新苏记在青州城横着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苏老板真是爽快人。从今天起，新苏记就是我青州商会的金字招牌。苏大富，你若再敢无理取闹，找苏老板的晦气，我先砸了你老苏记的招牌，还不快滚！
你这小贱人爬上了烧灰的高枝又如何？你盲盒是吧？玩神秘是吧？你能装玻璃杯，我就不能装铜镜吗？这满城的银子，我老苏记也得赚！掌柜的，这木梳都发霉了，梳齿还断了一半，这能当盲盒卖吗？蠢材，这叫古法做旧。那死丫头卖半两，咱们卖20文，只要是个红袋子，那些穷古闭着眼睛都会抢。20文就能开出仙物。哎，苏掌柜，给我来3个。大牛兄弟，包你开出传家宝，快拆开，让大伙开开眼。狗屁传家宝，这梳子一股子煤青味儿，齿还断了3根。你让我拿这个梳我那打铁的秃头？这是西域的高僧开过光的残缺美，你不懂欣赏。这简直比我家猪圈还臭，我上怕是脸都要烂了。苏大夫，你这奸商，拿垃圾骗我们血汗钱！砸了他的飞机！苏大夫，退钱！盲盒离柜概不退换，是你们自己手气背，怨不得我。不退钱是吧？乡亲们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掌柜的，陈记那边的盲盒已经开始卖了。盲盒卖的是期待和信用，他装一堆垃圾，真把天下人当傻子了。大小姐，这初夏到了，这毒蚊子简直要吃人，不熏点艾草，生意都没法做了。苏老板，快给我拿2件琉璃青麝，这书院里的毒蚊子犹如饿狼，咬的小生根本无法温书。用艾草熏，又呛人又易走水，若是有驱蚊止痒的奇物。苏老板嘀咕什么呢？到底有没有法子救救小生？林公子稍安勿躁，明日一早你再来，我保你有无烟神香驱神，还有仙露止痒。方姨，这绿色的盘香和这叫风油精的仙露，我全包了。妹子，这老牌子蚊香2块钱一盒，风油精1块5一瓶，你要这么多，大婶给你算批发价。大小姐，这绿油油的线团不生明火，能驱蚊子。福伯，把门窗打开，让这青云驱蚊香散散味儿。咦，苏丫头，你这铺子里不仅是没有难闻的艾草味儿，竟然连一只飞虫都看不见。张太太，这是西域秘制的无烟驱红香，不呛人不落灰，保您夏日安眠。好东西，这青云香给我包上10盒，送去张府。痒死老子了！这该死的毒蚊子怎么专咬我一个人？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夫人，快拿冰水来！当家的冰水不管用，我托人高价买回了一瓶西域仙露，据说一抹就止痒。这味道，城东那小贱人店里前2天传出来的就是这味儿。这是苏堂卖的货，你竟敢买仇人的东西来羞辱我！2两银子一瓶呢，摔不得。这感觉，太舒坦了。这透心凉的仙露，就算是京城太医院的院手，也绝对配不出来啊！此等仙露提神醒脑，实乃我辈科考学子之福音。苏老板，给我来10瓶西域仙露。诸位见谅，第1批仙露已全数卖光，想要的话，得等下一批了。大小姐，库房里明明还有2箱，你为何有钱不赚，说卖光了呢？
福伯，这叫饥饿营销，物以稀为贵。如果随到随买，他们就不觉得这鲜鹿珍贵了。我要用这鲜鹿玩一票大的。诸位，从今日起，新苏记开启预定制。凡交半两银子定金拿木牌者，10日后凭牌取1瓶鲜鹿，还额外加赠西域极焰彩丝头绳1根。若10日后新苏记交不出货，我苏唐当场砸锅卖铁，双倍退还定金。别急，拿好你们的预定木牌。苏大富，上个月进布料的尾款，今天你要是再不交出来，老子就拿你这铺子抵债。苏大富，别跟老子装死，300两布匹尾款，你拖了2个月了。王大哥，痛口容容吧，那死丫头把我的生意全抢光了，我现在连个铜板都拿不出啊！我不管你是被谁抢了生意，明日午时，若不结清欠款，老子直接报官查封你这破铺子，拿你抵债！当家的，这铺子完了，那可是300两现银，咱们拿命填也填不上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，苏家100年的基业就这么毁在我手里了。要不，咱们把铺子抵出去，回乡下种地吧，总比进大牢强啊！回乡下种地，我苏大富风光了半辈子，难道真要落得个在泥地里刨食的下场？好一招釜底抽薪啊！苏唐，你够狠！当家的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去？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！我去城东。苏大富，你来干什么？又想耍什么阴谋诡计？福伯，不用拦，让他进来。唐丫头，大伯错了，大伯被猪油蒙了心，负伤逼债，老苏记要保不住了，求求你，让我做你的城南分销吧，我帮你卖货，都是一家人啊！一家人？你在灵堂抢走我红气，把我逼上黑风崖，眼睁睁看我坠落深渊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只要你收留我，城南的市场我帮你拿下，我能帮你赚大钱。苏大富，你以为这世上有钱就能抹平杀人的罪孽吗？你的钱我先葬。苏大富，你涉嫌谋财害命，强占家产。苏掌柜已将物证状纸递交府尹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苏唐，苏唐，你竟然报官，你不得好死！福伯，大伯入狱，老苏记被查封发卖，我已经用低价合法盘下来了。大小姐英明啊！福伯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城南分铺的掌柜，青州城再无南北之争。老爷和夫人的在天之灵一定在看着呢，小姐真的长大了。大小姐，这几天
利润又翻了1倍。城内市场已经饱和，要想赚大钱，得往下沉市场走。下沉市场？去清水镇，那是个超级大集镇，周围10里8乡的农户都在那儿交易。好端端的天，怎么突然要下暴雨了？老天爷发怒了，快跑啊！暴雨要来了！完了，全完了！老天爷，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全镇的人啊！老伯，发生何事了？秋麦刚打下来，全堆在卖场。这暴雨一下，全镇的秋粮都要发霉烂掉了。别白费力气了，这瀑布防不住水的。等我半个时辰，我给你们找来防雨神物。姑娘，都这时候了，你去哪儿找神物啊？别寻老汉开心了。方婶儿，快，有没有能遮天蔽日、滴水不漏的大雨布？救命用的！有，这是纯熟料防水的红白蓝彩条布，巨宽极大，盖大货车都不漏一滴水，才几10块钱一大卷儿。太好了，给我来10卷儿，再要几10件塑料雨衣。哎，清水镇的乡亲们，挺住啊！我马上就来。天绝我清水镇啊！闪开！都把瀑布扔了，扯住这个，往上盖，压住4角。神了！这薄如蝉翼的五彩布，竟然真的滴水不漏！快穿上这透明法衣，别染了风寒。神迹，这是龙王爷赐下的神迹呀！姑娘，你救了我们全镇的命啊！乡亲们快起来！世上哪有什么龙王爷，这是西域工匠用巧手造出来的物件。哪儿来的黄毛丫头？哼，敢用腰部砸我正大官人的饭碗！去，叫兄弟们带上火把，今晚去会会这女菩萨。那五彩神布薄如纯翼，盖在成山的麦垛上，竟是滴水不漏啊！哼，放屁！薄如纯翼的料子能挡暴雨？那定是一次性的腰部，手指头一戳就破。怎么跟我那厚实耐造的桐油布比？既然郑老板说是一戳就破的腰部，不如亲自试试。哼，小丫头，你这是自取其辱。我郑某人自幼练武，撕这破布就跟撕纸一样。还挺有韧劲。哎呦，郑老板脸都憋紫了，这布居然没破。
底是什么神仙材质？居然连一丝裂缝都没有！郑老板，光丝没用，防雨的料子终究要看防水。不如我们去您府上摆个擂台，泼水比试一番，如何？嘿咻，嘿咻！这是我郑家3层刷油的顶级厚布，重达100斤。老朽年纪大了，搬不动100斤重物，就这几斤轻飘飘的彩布凑合用吧。到，让我看看这几斤重的玩意儿怎么防水。这虽有微甚，但也算极品了。滴水不漏，这绝对般丝滑的触感，我郑某做了一辈子防雨布，竟是从未见过。苏掌柜，我输了。你这西域彩布轻便如雨，防水如神，胜过我这破桐油布100倍。郑老板也是磊落之人，承让了。苏掌柜，既然你断了我的油布财路，不如进书房谈笔大买卖。苏掌柜，我郑家有整个青州地界最大的马车队，只要你把这彩条布给我独家代卖，刨去人工，利润我3你7。大小姐，7成啊，躺着就把钱赚了。郑老板，这7成我不能要，我只要5成，咱们5-5分账。苏掌柜，你这是何意？商道贵在共赢，用你的车队，车马损耗、人员吃喝都是大数。若我拿7成，你手底下的兄弟们必定有怨气。我要的是长久做大，不是杀鸡取卵。好，苏掌柜年纪轻轻竟有如此格局气度，我郑某人彻底服了。这兄弟我交定了。既然是兄弟，郑大哥帮我看看，这西域红龙锁在乡下集市能卖个什么价钱？唐丫头，唐丫头在哪儿？出大事儿了！出了什么事了？咱们带的线一块花光了，乡下农户手里又没钱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大叔，用我这红龙锁试试，帮你挑一座山都不带断的。嘿，这红绳子竟比牛皮还结实，半点都不勒手。姑娘，这神仙绳子多少钱一尺？我要买，给我来2丈。唐丫头，醒醒吧！你这绳子再好，在这里也卖不出1文钱。福姑，你糊涂了？你看他们多想要。想要有什么用？现在还没秋收，乡下农户连买盐的铜板都要掰成2半花，他们手里根本1文现银都没有。没有银子，就算我把塑料卖成白菜价，他们也买不起啊。唐丫头，这你就外行了。乡下人没银子，但他们有的是别的好东西。收银子难，咱们可以以物易物啊。苏老板，我这刚从深山里采的几个野菌子，能换2尺那个红绳吗？我家老头子要绑离嫁。这香味儿，这是100年老林子里才长得出来的顶级野生松茸啊！城里达官贵人1两银子都买不到1叠。大娘，这2尺红绳算什么？我给你10尺，再加1块洗脸的香皂。这篮子松茸我全要了。唐丫头，咱们发大财了！极品野山参3株，100年土蜂蜜10罐，顶级松茸300斤。这些要是运到京城，少说能卖几千两金子啊！运到京城卖，那格局就太小了。不卖京城卖哪儿？这些东西在另一个世界可是让有钱人抢破头的绝世补品。大伯，
我要去干一票跨越时空的大倒卖。方婶儿，快来看看我弄到了什么好东西！我的乖乖，这么粗壮的野生松茸，而且这泥土还是湿的，你这是刚从长白山山原始森林里挖出来的吗？妹子，这玩意儿现在市面上有价无市。大飞，别碎了，5分钟内滚到我超市来，不然你那破饭店的招牌菜就别想上了。极品，纯正的野山君王。苏小姐，这2筐我全要了，以后你拿多少我收多少。这是定金和全款。苏小姐，咱们签个长期供货合同吧。没问题，后续还会有100年野山参和极品土蜂蜜。妹子，赚了大钱还想从大婶这进点啥小百货？方姨，这次不买小百货了，我要买大件的农用物资。方婶儿，你帮我去市郊的农资大市场给我调最厚、透光最好、能扛暴雪的过冬温室大棚膜，有多少要多少，包在婶子身上。我那农资站的老相识，保证给你拿东北抗寒级别的顶级大棚膜。动作麻利点，天黑之前必须把这市场货都拉到仓库去。高产耐寒大白菜、4季挂果小番茄，有了这些现代改良2种，古代人冬天就不用只吃咸菜了。走，回去打一场硬仗。怎么突然这么冷？这天儿冷的邪门啊！今年这大雪要是封了城，菜全得冻死，又要熬一冬天的苦日子了。熬吧，老天爷要咱们吃一冬天的糙面和咸菜。李老伯，别愁了，我带了能保暖的西域琉璃膜，只要把地罩起来，菜就能活。苏姑娘，这比纸还薄，一摸透凉的料子，能挡得住能冻死牛的数9寒天。你别白费力气了。你这老糊涂懂什么？苏老板拿出来的东西，就算是片树叶，那也是能变成金子的神物。苏老板，我出人出地帮你搭这玩意儿，长出来的菜也不多要，3七分成，你7我3，如何？不用3七分，全镇人都可以跟着我种。我要在这冰天雪地里种出夏天的绿叶菜。小姐，这可都成了。成了，有了这些暖棚，咱们清水镇的百姓今年冬天就有救了。这轻飘飘的半圆模子，居然能扛住这么大的暴雪！老子倒要看看苏唐在里面搞什么鬼！郑老板，外面冷，快进来暖和暖和。这难道是仙境？绝了！这果子酸甜爽口，比城里达官贵人花100两银子买的暖房菜还要好吃100倍。苏掌柜，这棚里的菜我全包了，一斤我出10两银子，谁也别想跟我抢。郑老板，不仅是菜好，这琉璃膜神了。到了夜里，外面滴水成冰，咱们这棚里的水桶连点冰渣子都没有。郑老板，10两银子一斤，只有少数出富贵人家吃得起。咱们要做的，不是只赚那几个闲钱的黑心买卖。有暴利不赚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要成立民生物产商会，
用我的技术，你的车队物流，城内的渠道，把这绿叶菜的价钱打下来，让整个青州城乃至全天下的平民在冬天都能吃上便宜的新鲜蔬菜，这才是流水不腐的泼天富贵。诸位前辈，外面风雪交加，咱们这商会的火炉今日算是正式点起来了。我的老天爷，酸甜保质，这寒冬腊月的，这果子简直是无价之宝啊！王会长，这果子在咱们青州城只卖5文钱一斤。5文钱？苏掌柜，你莫不是在说笑？这等鲜果平价售卖，咱们岂不是要把底裤都亏掉？老王，我一开始也跟你一样急，你且听苏掌柜把话说完。王会长，富人的钱是一锤子买卖，但全城百姓的民心才是取之不尽的金矿。冬天我们用平价菜稳住民心，等来年春耕，咱们商会的2种农具、西域大棚膜就能顺理成章地铺满这10里8乡的每一寸土地，这叫长线生态绑定。高，实在是高，用小利换天下大盘。苏掌柜这惊天伟地的格局，老朽活了60载，真是自愧不如啊！那这民生物产商会，咱们今日就定盘了。民生物产商会给大家送福气啦！平价冬菜进城，只要5文钱一斤，绝不涨价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别急，别急啊！老天保佑啊！楚心姐竟然能吃上活生生的绿叶菜，这在往年可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仙人日子。别急，排好队！我家掌柜发话了，保证家家户户的年夜饭桌上都有菜。兄弟们，把这些大棚膜和耐寒2种连夜给10里8村的农户送去，切记不得多收1文钱。是。跟着苏掌柜干，咱们这不是跑商，这是在做活菩萨呀！东街的往前走，西街的在这边领红果子。好嘞，大娘您拿好，新苏记祝您来年红红火火，阖家安康。大小姐，外头风雪寒凉，除夕夜了，吃口热乎的黑芝麻汤圆暖暖身子吧。大小姐，您看，这满城的灯火多亮堂啊，这都是您的功德。是啊，福爸。没有权谋斗争，没有血流成河，咱们就用这些不起眼的小玩意儿，也照亮了这大渊朝的漫漫长冬。真甜。福伯，给我拿2把这西域先知做的梳子，再要10尺那扯不断的红绳子。新年给家里添个好彩头。